在星皇大酒店的房间内，霍雨浩和王东讨论起了王老师不让他们观看其他队伍比赛的奇怪行为。王东认为这是为了保持神秘感和节约时间修炼，但霍雨浩觉得事情并不简单。王老师在送他们回来后立刻离开，似乎有意让他们远离比赛现场，这让他怀疑对手的实力可能非常强大。两人一致认为，王老师可能是在隐瞒对手的实力，以保护他们的战意。他们知道到，要想在循环赛中出现，他们需要至少5场胜利，而队友们回归的时间尚未确定，接下来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将是巨大的考验。霍雨浩决定亲自去看看比赛。霍雨浩带着王东来到楼顶，利用王东的光明女神蝶双翼飞上高空，试图从远处观察星罗广场的比赛。然而当他们到达楼顶时，却发现贝贝、徐三石、江楠楠、菜头、潇潇等人已经在那里，他们也在用各种方法试图观察比赛。他们发现比赛台上的2名选手都是魂王级别的强者，这让他们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对手实力不容小觑。贝贝和徐三石讨论了魂王出现的意义，江楠楠分析了对手可能的策略。霍雨浩提出他们的团队可能会由魂宗组成，整体实力远超他们。贝贝提醒大家，前面的胜利有运气成分，后面的比赛将更加艰难，他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硬仗。徐三石对贝贝的话显得有些无所谓，他似乎认为即使输掉几场比赛也无妨，因为他们只需再赢取2场比赛就能够获得魂王的称号。对此，贝贝却毫不客气地斥责徐三石废话连篇，他们代表的是史莱克学院的荣耀，即使是预备队也不能容忍失败，必须全力以赴维护学院的尊严。贝贝的表态充满了决心和威严，这种从未有过的威势也让其他人感到震撼。贝贝的武魂是蓝电霸王龙，天生带有霸道的王者之气，但平时隐藏得极好，很少展现出来。甚至霍雨浩都第一次见到贝贝如此郑重的模样，感到了一丝凛然。然而徐三石却对贝贝的决定有些担忧，认为过早暴露全部实力会让对手在未来5年内有针对性的准备。但贝贝则坚持认为他们不能等待，必须在这2场比赛中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是内定的下一代史莱克7怪，比核心弟子更受学院重视，但需要在外院毕业后进行内院考核至少5年，这种情况十分罕见，马学姐那一代就没有内定名额。而贝贝和徐三石之所以得到青睐，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有些特殊。在他们之中，霍雨浩也有资格成为史莱克7怪之一，但由于比赛时间来得太快，霍雨浩兼修双系，所以这个计划被耽搁了。然而霍雨浩已经得到了学院双系的全力培养，相当于是内定史莱克7怪的待遇了。王东向徐三石询问他在比赛中发挥了多少实力，徐三石回答大约是3-4成，同时强调他与贝贝配合才能发挥最强实力。贝贝却不满徐三石称呼他们为一对儿，要求他说清楚。徐三石则故意逗弄贝贝，言语间向江楠楠示意他对他有兴趣，却遭到江楠楠的冷漠回应。对于徐三石和贝贝隐藏实力的事情，其他队友都感到震惊。他们了解到这支预备队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弱，因为即便都是4环实力，徐三石和贝贝却隐藏了一部分能力。贝贝向大家解释了学院内定史莱克7怪的情况，以及海神哥的存在，让众人对学院的了解更加深入。面对接下来的比赛，贝贝制定了战术安排，并暗示了可能出现的组队变化。尽管他们有隐藏的实力，但也提醒大家保守秘密，不要轻易暴露。最后，众人决定回房休息，为接下来的比赛保持状态。在房间里，霍雨浩和王东讨论了接下来的挑战。王东对自己和队友的实力有信心，但霍雨浩则指出了黄金之路的缺陷，面对高手，他们的胜算并不乐观，同时也暗示了接下来的挑战将会有多么严峻。王东陷入了沉思，霍雨浩鼓励他提议去修炼，以提升实力，确保史莱克学院和唐门的荣誉不受损害。循环赛的每场比赛都至关重要，必须全力以赴。循环赛的第1轮相对平和，各队伍都在调整战术，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准备。王岩老师在比赛结束后的一天晚上，带着预备队走出酒店，说是要带他们全员出去放松，以缓解紧张的情绪。尽管队员们对王岩的提议感到疑惑，但他们相信王岩的目的是为了他们在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在新罗城的繁华地带，王岩带领众人穿过拥挤的街道，最终来到了一座尖顶建筑前。这座建筑并不显眼，但门前悬挂的锤子图案让其他人立刻认出这是拍卖场。霍雨浩对此感到茫然，王东向他解释了锤子图案的含义，这是拍卖场的标志。霍雨浩感到羞愧，意识到自己在常识方面的不足。他深知，无论是在史莱克学院还是唐门，他都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史莱克学院的环境激发了学员们的潜能，这也是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天才的原因。王岩向学员们解释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新变化，魂师学院正逐渐与魂导师融合，许多学院已经开始为魂师配备魂导器，以增强战斗力。即使是敏攻系魂师如江楠楠，如果装备了提升速度的魂导器，将能更好地发挥实力。王岩导师强调，魂导器已成为魂师的武器，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如果不顺应时代发展，史莱克学院可能会被淘汰。
他希望学员们能成为改变的表率，即使这意味着要挑战传统的魂师观念。王岩表示，他将向学院提出这一建议，并鼓励学员们在即将到来的拍卖会上为学院树立榜样。面对王岩的提议，学员们陷入了沉思。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菜头和霍雨浩，本身就是魂导系的成员，而其他人则是武魂系的精英。王岩明白，他们的选择将对学院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他对传统的魂师观念持怀疑态度，但他坚信只有不断尝试和改变，史莱克学院才能继续前进。王岩带着众人靠边站，并让其他前来参加拍卖的客人。他深吸口气，开始解释他们之前遇到困境的原因，以及魂导器的重要性。正选队员们如果身上配备了魂导器，尤其是防御性质的魂导器，那么在之前的监察任务中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菜头也表示，如果正选队员们有防御魂导器的话，施暴事件的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至少伤势会大幅减轻。这番话让众人深思。王岩继续强调，每个人都是学院和整个大陆的宝贵天才，但天才的陨落比培养更容易。他举姚浩轩等人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天才也无法确保安全。魂导器的存在能够降低意外发生的可能性，飞行魂导器的使用也是一个例子。即使学院顶尖的玄老都会借助飞行魂导器，而这些只是8级魂导器，更高级别的9级和10级魂导器的作用更为强大。王岩向众人透露了关于玄老修为的惊人消息，他是98级的超级封号斗罗，几乎无人能与他匹敌。这个数字让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90级以上是封号斗罗，但超过95级后就能被称为超级斗罗，实力上有了质的飞跃。玄老的修为相当于顶尖中的顶尖，是恐怖中的恐怖。随着王岩的解释，众人开始理解了90级以上的修为在斗罗大陆的地位。95级的超级斗罗已经足以让10万年魂兽退避三舍，而玄老这个层次更是达到了无敌的地步，相当于冰碧帝皇蝎在魂兽中的层级。王岩继续解释，即使有强大的9级魂导师，也可能与玄老抗衡。9级魂导师是另一种恐怖存在，他们的战斗方式和魂技可以极大的提升魂力强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王岩警示众人，魂导器将成为未来人类真正强大的根源。他们处在时代变化的关键时刻，必须将魂导器与自身实力完美融合，才能不被时代淘汰。这番话让霍雨浩七人心中激荡。王岩的分析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了时代的变迁和魂兽数量的问题。随着魂师数量的增加和高阶魂兽被杀戮，魂兽将面临彻底的附庸，而魂导器将成为未来强大的关键。在王岩的深刻讲述下，霍雨浩和菜头作为魂导系的学员，对魂导器的接受度较高，而其他5人虽然对魂导器有所排斥，但现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王岩的话语让他们感受到了时代的紧迫感，打乱了他们的思维定式。他们意识到，王岩的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接受魂导器，更是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大赛中使用魂导器，以适应未来的变化。王岩没有继续说话，而是静静地观察着这些年轻的学员们，给他们时间去思考。他知道，他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信息。王岩望着夜空，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史莱克学院的坚定信念。史莱克学院将永远是大陆上最强的学院，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努力。这次正选队员的重创，虽然不幸，却也为学院的未来敲响了警钟。如果这7位学员能够接受他的建议，那么他们将引领学院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王岩的启发下，贝贝首先表态，愿意尝试与魂导器配合。他认为这是唐门重新崛起的唯一出路。魂导器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唐门的经济基础，只有顺应时代，才能让唐门再次辉煌。贝贝的坚定态度为其他学员树立了榜样。徐三石虽然理解王岩和贝贝的观点，但仍有疑问。他担心，即使学习魂导器，也无法与纯粹的魂导师相抗衡。王岩解释说，魂师的优势在于强大的魂技和身体素质，只要能够使用魂导器，就能在与魂导师的对抗中保持优势。顶尖强者的发展趋势仍然是以魂师能力为主，兼修魂导器。徐三石被王岩的话说服，表示愿意尝试。菜头作为食物系魂宗，对魂导器的修炼充满信心。江楠楠则担心魂导器的费用问题，徐三石立刻表示愿意为他购买，但江楠楠的反应却让场面变得尴尬。这一幕让霍雨浩想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江楠楠的吝啬让他印象深刻。王岩安抚了楠楠的担忧，保证学院会解决资金问题，特别是核心弟子和未来内院学员将得到丰厚的生活费和任务奖金，从未有学员因金钱而烦恼。江楠楠听后放心了。轮到霍雨浩时，他却表示自己好像没什么可买的，让王岩菜头不禁暗示他，拍卖会上几乎任何魂导器的拍卖都会有他想要的东西。潇潇则表示自己原本计划买个飞行魂导器，现在看来更方便了。王岩询问王东的意见，本以为他会和霍雨浩一样接受魂导器，但王东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对，他不愿意使用魂导器，并决定独自离开。王东的这一决定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因为他和霍雨浩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意见从未有过分歧。王东的坚定态度和突然的离开，让原本和谐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霍雨浩追上王东，试图了解他突然反对使用魂导器的原因。王东表示自己内心有些排斥，但并未详细说明，只是决定回酒店等待。霍雨浩尊重王东的决定，回到其他人身边，告知他们王东的情况。王岩对此表示理解，认为人各有志，有6人愿意尝试已经足够。他们随后进入了地下的拍卖场，这里与外界的朴素外观截然不同，内部装饰奢华，金碧辉煌。王岩解释说，这里是新罗城最大的拍卖场，进入这里需要严格的审核和资产证明。在礼仪小姐的带领下，他们进入了12号拍卖厅，这里专为4级拍卖设计，可以容纳200人。每个人领取了不同颜色的面具，霍雨浩他们得到的是白色面具，但不清楚其具体含义。礼仪小姐还介绍了今天的拍卖规格，是魂导器专题拍卖，主要拍卖6级以下的魂导器。霍雨浩和其他学员被安排在了第1排，享受着舒适的座椅和温馨的装潢。王岩提醒他们戴上面具，以保护自己的身份。霍雨浩对拍卖场的一切感到新奇，他注意到面具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等级，而金色面具则是顶级贵宾的象征。拍卖即将开始，拍卖厅内的灯光逐渐变暗，拍卖台上的灯光则变得明亮。一位名叫清雅的子级拍卖师走上台，他端庄秀丽，给在场的竞拍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雅介绍了今天的拍卖内容，包括6级以下的魂导器，以及最后一件神秘大礼。随着拍卖的开始，第1件拍品被推上拍卖台，这是一件3级攻击魂导器，可以附加在右臂上使用。霍雨浩凭借他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出这件魂导器的特殊之处，认为它虽然只是3级，但出自6级魂导师之手，内部核心法阵增加了特殊效果，使得这件作品显得尤为珍贵。清雅拍卖师详细介绍了第1件拍品魂导麻痹射线的特性，它不仅能够麻痹魂王以下修为的魂师，而且对使用者的要求相对较低。这件由6级魂导师制作的3级魂导器，因其实用性和稀有性，引起了竞拍者的极大兴趣。起拍价为1000金魂币，每次加价不低于50金魂币。随着拍卖的进行，价格迅速攀升，很快就超过了2000金魂币。王岩在关键时刻出价2500金魂币，这一举动让全场陷入沉默，竞拍者们纷纷停止了加价。清雅拍卖师迅速完成了最后的3次唱价，最终这件魂导麻痹射线以2500金魂币的价格成交，由王岩所在的团队获得。王岩询问团队中谁将使用这件魂导器，菜头建议将其交给霍雨浩。他认为霍雨浩虽然修为尚未达到3环，但魂力已经达到27级，勉强可以使用这件魂导器。而且这件魂导器的麻痹效果罕见，对霍雨浩来说将是一件非常有用的装备。菜头建议将魂导麻痹射线分配给霍雨浩，尽管潇潇在修为上更接近30级。菜头的这一建议显然是出于对霍雨浩战斗方式的考虑。霍雨浩意外地成为了第1件拍品的获得者，而拍卖会继续进行。王岩购买了多件魂导器，分配给了在场的众人。倒数第2件拍品被推上拍卖台，清雅拍卖师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一件被称为奶瓶的魂导器。菜头向霍雨浩解释，这件4级魂导器是他之前提到的霍雨浩所需要的东西。奶瓶学名为充能魂导器，能够补充魂师或魂导师的魂力，但使用时需要全神贯注地吸收魂力，因此不适合在战斗中使用。清雅拍卖师以幽默的方式介绍了奶瓶，引得在场竞拍者大笑。他提到奶瓶的价格随着级别的提升而昂贵，曾经有一件7级奶瓶以700万金魂币的高价成交。奶瓶的起拍价为6000金魂币，每次加价不低于100金魂币。在拍卖开始的同时，菜头向霍雨浩详细介绍了奶瓶的特性和使用方法。奶瓶的稳定性是其成功的关键，任何不稳定都可能导致危险。在战斗中使用奶瓶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在释放魂力时量巨大且难以控制，通常会导致魂师在吸收过程中出现僵持，这在战斗中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菜头提到，高阶奶瓶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其对材质的苛刻要求和制作难度。即使是7级奶瓶，其制作难度也超过了普通的8级魂导器，需要至少8级魂导师才能制作。他自己目前只能制作3级奶瓶，但由于制作过程耗时且意义不大，他尝试过1次后就不再继续。然而，对于霍雨浩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他的天赋能力是精神力，这使得他在控制奶瓶时具有优势，能够更有效地吸收所需的魂力量。这位霍雨浩在战斗中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优势，使他能够更加灵活地使用奶瓶。霍雨浩认为，如果他和王东共同战斗，利用武魂融合产生的浩东之力，可以在使用黄金之路后使用奶瓶进行补充。在他们的交谈中，4级奶瓶的价格已经飙升至11000金魂币。奶瓶因其实用性而备受欢迎，尽管每次拍卖会都会出现，但由于制作困难，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成为抢手货。王岩在拍卖过程中表现出了财力，贝贝询问他是否需要资金支持，王岩透露自己持有学院的信用凭证，可以无上限的使用，这表明史莱克学院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最终，王岩以25000金魂币的价格成功竞得4级奶瓶。拍卖会的高潮即将到来，清雅拍卖师宣布将展示最后一件神秘大礼。
这件物品被红色蒙布覆盖，显得格外神秘。霍宇浩试图用精神探测探查，却被一股锋锐的感觉刺激，导致泪水长流。清雅拍卖师揭开了神秘大礼的面纱，原来是一柄刻刀。尽管外表普通，但霍宇浩和菜头都意识到这柄刻刀非同寻常。清雅拍卖师强调，错过这柄刻刀将是竞拍者们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准备详细介绍这柄刻刀的特殊之处。噬灵刻刀，这柄刻刀在魂导师的世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甚至被列入了刻刀排行榜的前100名。然而，它之所以出现在4级拍卖会上，是因为它带有诅咒，被称为凶刀噬灵。噬灵刻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由一位强大的邪魂师创造。这位邪魂师在晚年制作了这柄刻刀，不久后便遭遇了强敌，最终陨落。刻刀随后流落民间，历经37位主人，无一例外都遭遇了不幸。据传，刻刀中蕴含着邪魂师的灵魂，会引导使用者走向邪恶，且不能经常使用。尽管是灵刻刀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让它始终留在刻刀排行榜上，但它的凶名也让许多竞拍者望而却步。菜头作为番禺的弟子，对这柄刻刀的故事有所了解，他提醒在场的人，这柄刻刀的反噬之恐怖远超拍卖师所描述的。王岩虽然不懂刻刀，但意识到这柄猎榜刻刀对史莱克学院的重要性，他准备不惜高价竞拍，因为学院会为此奖励他。然而菜头的提醒让王岩也感到失望，他开始考虑放弃这柄凶刀。噬灵刻刀的起拍价为10万金魂币，每次加价不低于5000金魂币。在清雅拍卖师的介绍后，拍卖场陷入了沉默。然而就在这时，霍宇浩出价10万金魂币进。霍宇浩的出价让史莱克学院的众人感到惊讶，他们担心这柄刻刀会给霍宇浩带来危险。霍宇浩向王岩解释，他通过精神探测发现了刻刀的问题，并相信自己能够克制其弊病。他提出，如果刻刀上的诅咒能够被清除，他将使用它；如果不能，他愿意放弃并承担费用。王岩被霍宇浩的提议所打动，考虑到史莱克学院的底蕴和光明系魂师的力量，他相信学院有能力解决刻刀的问题。最终，噬灵刻刀以10万金魂币的价格被史莱克学院拍得。霍宇浩对此感到欣喜，而菜头则对刻刀的材质生灵之金感到好奇。霍宇浩解释说，生灵之金是一种罕见的金属，能够分解其他金属，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但目前尚未有人能够完全掌握其使用方法。霍宇浩的解释实际上是来自死灵圣法神、亡灵天灾伊莱克斯的知识。在霍宇浩的精神力受到刻刀反噬时，伊莱克斯和其他几位大能同时苏醒。伊莱克斯对刻刀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指示霍宇浩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尽管伊莱克斯在刻刀入手后变得沉默，但霍宇浩能感觉到他的惊喜。天梦冰蚕和冰帝对伊莱克斯有所忌惮，但鉴于他之前的帮助，他们并未反对。拍卖结束后，霍宇浩与伊莱克斯进行了一番交流。伊莱克斯告诉霍宇浩，是灵刻刀的问题他将亲自解决，并且有了这柄刻刀，霍宇浩将能够解决一些面临的问题。伊莱克斯的神识中透露出的善意让霍宇浩感到安心，他相信伊莱克斯能够帮助自己克服刻刀上的诅咒。拍卖结束后，王岩处理了付款和领取物品的事宜，而霍宇浩则回到了星皇大酒店。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去找王东，想要了解王东对魂导器的排斥感。王东向霍宇浩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和排斥，这种感觉让他无法使用魂导器。霍宇浩提出要检查王东的精神之海，以确定是否有问题。王东信任霍宇浩，并同意了他的提议。霍宇浩利用自己的精神力，通过2人的武魂融合，小心翼翼地探索王东的精神之海。在这个过程中，天梦冰蚕和冰帝都在旁协助，确保霍宇浩的精神力不会对王东造成伤害。霍宇浩的精神力成功进入王东的精神之海，他们开始了对王东精神状况的深入检查。这一过程不仅考验了霍宇浩的精神力操控能力，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伙伴关系。经过1年多的刻苦修炼和天梦冰蚕的指导，霍宇浩在精神力的控制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精巧的程度。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精神力通过眉心传递进入王东的精神之海，感受到了王东对他的绝对信任。然而，就在他深入探查时，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从王东的精神之海深处爆发。那股气息如同山岳般威严，让霍宇浩感到自己的精神力无比渺小。在天梦冰蚕的惊呼和紧急救援下，霍宇浩的精神力被迅速扯回，但他仍然遭受了极大的冲击，整个人被弹飞并撞击在墙壁上，精神之海剧烈震荡。天梦冰蚕是放出强大的精神力，勉强保护了霍宇浩的精神之海，但他仍然感到极度虚弱。霍宇浩恢复意识后，看到王东身上散发出的神圣感，心中充满了震惊和恐惧。他意识到，如果不是天梦冰蚕及时出手，自己的精神世界可能已经被摧毁。王东的精神之海中隐藏的力量让霍宇浩和天梦冰蚕、冰帝都感到震撼，他们都无法立刻解释这股力量的来源。